其实 Alex Connect 的优点非常多，包括其实它就是方便性啊，它音质也不错，就是拿来看看剧、看看电影、听听音乐，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那也不用接太多的线材，只是说这一台 Alex Connect 在这一个世代上竟然没有支援这两个功能。Hello，大家好，我是麦斯音响的山姆。今天呢，我要来为大家开箱一套无线的音响系统。那这一套无线的音响系统呢，是来自于英国的知名音响大厂 Mission 他们旗下的这个新的产品叫做 Alex Connect。那其实 Mission 这个品牌呢，已经历史非常悠久了，它早在1977年就已经开始成立了，那至今已经第45年。那其实他们一直致力于生产家用的音响跟喇叭，但其实呢 Mission 呢，早在2005年就已经出售了给音响集团 International Audio Group（IAG） 的集团。那其实这一家公司呢，旗下非常多知名的 Hi-Fi 品牌，包括日本的 Luxman、英国的 Audiolab、Walther、Castle 跟 League 等等。而这一次呢 ，Alex Connect 它的电子设计的部分呢，就是交由我刚刚所提到同属于 IAG 集团底下的跨系大厂 Audiolab 来负责做设计。可是它声学上的设计以及箱体的设计还是由 Mission 亲自来操刀，而喇叭的箱体设计上呢，也是承袭于他们同门的书架喇叭 LX2、MK2 它的一个设计。好，那我们下面先来看看它的 spec 吧。好，我们来看看 spec。喇叭方面呢，它是用一个2路2单体低音反射式的设计，外箱是用 MDF 中度密集板来制成。它的 frequency response 是58 Hz 到20 kHz， 正负3个 dB， 分频点是在 3.2 kHz。低音方面是使用一个5寸130mm 的复合纤维振膜。高音呢，则是用一个1寸25mm 湿质软瓣球振膜。而根据厂方表示呢，中低音单体周围这个散射型的结构，能有效的减低单体振动时所带来的反射和干扰，这可以让高低频之间有更好的衔接。而有别于一般高音单体在上方的设计 ，Mission 用自家的经典设计 IDG， 这能把高低频在传输时间上的差异性减到最低，让声音听起来更加平顺。扩大元件的部分呢，则是用 Class D 60瓦的设计。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单体各自采用独立的放大元件。中低音单体是有一个额定45瓦 Class D 的放大元件来做推动，而高音同样是用 Class D 额定15瓦的放大元件，峰值的功率可以達到100瓦。而这两个扩大元件都是由 IAG 独家研发，它的技术原理基于 Pure Path HD Class D 放大技术。原厂表示，这个 Class D 有别于一般的 Class D 技术，它只有在输出过大的时候，失真才会增加。而这款 Alex Connect 使用 5.8G 的无线技术，可以把未经压缩的声音讯号传输到喇叭。而 Input 方面，则都放在它那一台四方形的 Hub 上。Input 有一组 RCA Offset 同轴输入、光纤输入，一组 USB Type B 输入，一组更新用的 USB Type A， 还有一组配有 ARC 功能的 HDMI 输入，还有一组 Preamp， 也就是说可以把它当成前级解码来做使用。而无线连接上，它是使用 aptX HD 超低延时的蓝牙模组，这才让它可以足以传输无损的音讯格式。解码的晶片使用的是 ESS Technology Cyber 32 ES9018K 的 DAC 解码晶片，同轴与光纤的输入最大可以解到 PCM 24 bit 194 kHz 的解码，而 USB 的部分可以解到 PCM 32 bit 384 kHz， 而 DSD 的部分可以解到 DSD 256 11.2 MHz。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讲讲它本体后面这一些按钮以及拨杆的用处。那首先呢，在最左边这里有一个 left right 跟 mono 的拨杆。那其实很明显，这个拨杆就是因为它是2只立体声，那本来它2只呢，你不拨这个键呢，其实它没有左右之分。那当你放好位置之后，直接用拨的就可以了，左边就拨 left， 右边就拨 right。那中间这个 mono 呢，其实是让你把这一对喇叭分别单独是放在独立空间做使用，可能一个放在 A 房间，一个放在 B 房间，那它就没有左右声道之分。这个时候你就要把它拨成 mono 来使用。那中间这一个正负6个 dB 的 bass 呢，其实是低音量感的增加以及衰减。那因为它的低频是反射式，你有看到它这里有一个反射孔，这是低音的反射孔。那如果你把这对喇叭像我这样子用一个书架的架子，一个立架架着放在离墙壁比较远的地方，其实它的低音反射孔就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它的低音量感你可以调到占6 dB 或是0来增加它的低音量感。那如果你选择的是我把这个书架喇叭放在一个书架里面，或是放在一个贴近墙壁很近的地方，它这一个低音反射孔它没办法正常的去吸气跟透气，所以它会把整个低频的共鸣变得很轰，就是低频量感很大了。那个时候的话，你其实可以选择这个负6 dB 的选项，来把它的低频量感来衰减一点，那让你整个低频没有听起来那么轰。那这一个 balance 键呢，就是它左右声道的那个平衡键，就是你只要2颗都压着，它的声音才是会一致的，是同步键。那再来这边有一个更新用的 update 的 USB， 还有一个 pair 键。那这个 pair 键其实在第一次你在设定的时候才会使用到，那之后的话其实都不会用到了。你如果正常配对成功的话，你打开它都会一直有很亮的绿灯。好，那还有一个拨杆的 I/O 开关键这样子。好，接下来呢，我想要为大家讲一下这个 Hub 它里面的一些功能跟它的按键哈。首先我们先来介绍它，其实这一个 LED 的显示屏里面啊，它有4颗按钮。左上角是一个它的内部设定的切换，好，左上这个角这一个3横的有一个内部设定键，然后下方呢是一个切换输入源的按键，一直按它就是切换输入源。那右边这里呢就是大小声的切换 ，volume 的切换键。好，加跟减。好，再来呢，如果我们要进去它的这个设定里面啊，我们按进去之后，用音量的上下键可以切换其他的不同的设定。那比如说我现在要第一次配对喇叭的话，我可以按到 speakers 这里，然后下方这个用来切换输入源的键就会变成确定键，然后你按，它会问你是不是 enter pairing， 你就说 enter， 然后它就 stop pairing， 就开始配对。好，然后再来呢，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个 mode， 这个 mode 其实它是可以切换音场模式。那这个音场模式呢，它可以切换成我们 enter 进去之后，它可以切换成 music 跟 movie。那我们在看电影或是听音乐的时候，它里面的 EQ 设定会有一点不一样。那大家如果有购买的话，之后可以自己来设定看看。再来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说的就是 Preamp 的 output level 你可以调成 adjustable， 或是进去它可以调成这个 fixed。这个 fixed 有什么用处呢？在于说如果我的这个调成 fixed 的话，我在接重低音的时候，重低音的音量就随着你的音量大小声而增加或是减少。那这一个是给你接 2.1 的时候做使用的，所以你的 preamp 也可以接成 2.1 的声道。那再来就是一些比如说 wireless 开还是关啊，那可是这个 wireless 其实基本上都会打开。那其实它的 default volume 在25，我觉得是蛮刚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用去调它。那至于说还有一些这个重置键啊，或是 update， 其实就不用去理它。还有一些比如说它的 DSD， 然后一些 balance 的设定，还有一些 delay 的设定、延时的设定都可以在这边去调配。
或是一个 default channel， 就是我这一次开机的时候，我是用 recall last input， 就是我上次关机时候所用的 input， 还是说我要设定某一个 input 来做我之后每次开机第一个输入源这样子。基本上大致上它就是这样。那它这一台其实还有一个小巧思，就是它前面其实有配一个耳机孔。那这个耳机孔它是有含扩大机功能的，所以这一台里面也有耳廓，所以你直接插耳机就可以直接听到里面的声音讯号了。这一个是一个不错的贴心的设计，就是说有时候可能晚上家里可能家人都睡觉了，不想要影响到家人，那我不想要用喇叭来放，我直接接这个耳机就可以听到声音。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near, far, wherever， 有多久没见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Wasted now with my bloody no sleep. Yeah, well, this mad world made me crazy. Might just turn around.好啦，那最后呢，我来做个总结啦。这一组 LX Connect 呢，其实是一组高音质的无线音响系统。那这个系统里面呢，包括一对有源的书架喇叭以及一个主机。这个系统呢，主打呢，当然就是方便性啦，不用接太多的线材。那它的音质呢，比一般市售的商把呢来得好上了许多。用 HDMI 接起来看看电影、看看剧啊，是非常的适合。尤其在音乐性的部分啊，它可以说是比一般市售的商把好太多了。整个音场的立体感跟动态都会有所提升。由于它是使用狮子软半球高音的关系，所以在中高音的部分啊，出来的声音是属于比较温润的类型。那听久了，耳朵也不会有疲乏的感觉。而在低频方面呢，我是觉得它的量感呢蛮刚好的。当然，它不会给你像那一种重低音那一种拳拳到肉的感觉。但以我在测试的时候看 Netflix 的电影啊，在一个没有加重低音的状态来说，它的一些细节啊跟量感啊都有达到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个水准。好啦，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讲讲它一些不足的地方。其实以现今啊串流软体满天飞的世界啊，一个音响的系统既没有支援 AirPlay， 也没有支援 Chromecast， 那就意味着其实它并没有 WiFi 的功能，也没有相对应的 APP 可以做操作，所以在这个方面我就觉得它稍显有一点落后。而且对于使用串流软体的用家来讲，只能用蓝牙，无法用 WiFi 去做传输，并没办法给他们以高音质带来的优势。虽然说它的蓝牙模组已经可以传输到无损的音质，但对于某部分人来讲，有 WiFi 还是有一定的差异性。最后呢，除了希望厂商尽快把 WiFi 的功能做改进以外，我也希望未来呢，他们很快可以推出落地式的版本。书架是不错啦，可是当然落地它的量感、它的细节比书架会好像许多。
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这一次对 LX Connect 的分享，谢谢大家。会，它在 LX Connect 的同款，其实是来自于系列靠腰，这样就其实讲完了。